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幂翻车狐妖小红娘连扑2剧，诚意王全篇未播评论区已沦陷。之前狐妖小红娘作为国内大火的国漫，一直备受关注。不久之后听说要拍真人版，大家对选角和剧情展开了激烈的争吵。很多人都对真人版的改编不看好，因为以前内娱就有把大红的动漫翻拍成电视剧的先例，这类电视剧总是会出现人设与原作不贴、乱删改剧情的现象，让原著党难以接受。所以每当听到内娱又要将动漫翻拍成电视剧，原著党会一下子起应激反应，不希望自己一直喜爱的作品被真人版毁掉。狐妖小红娘官宣要拍真人版时，许多原著的粉丝表达了不满。首先是剧情问题，原著中的女主涂山红红因为失去妖力而萎缩成了幼年形态，但每次妖力恢复就会变成成人。如果是真人版，很难实现成人和幼年形态的随意切换，并且如果让一个小女孩来演幼女形态时和男主所产生的爱情，显然是十分违和的。之后剧情确定了选角，杨幂被定为女主涂山红红，被质疑年龄太大。原著里涂山红红本来是一个很有御姐范的少女，虽然杨幂早年出演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表现很好，也是以原型为狐狸，对角色有良好的把控，但是已经是6年前的剧，现在的杨幂已经快要40岁，已经没有了狐妖小红娘原著女主的那种少女感。月红篇播出后，果然遭到了原著党的嘲笑。首先是那一句涂山，我照的，懂。这句台词是当时原著中的名场面，而杨幂所扮演的涂山红红被质疑演得太过尴尬和中二，一些网友还将她和猪猪侠的歪头表情结合到一起，想要对比相似性。其次是对原著剧情和人设的魔改。原著中的涂山雅雅算得上是涂山红红的继承人，霸气十足，爱之对姐姐表达，对其他人不屑一顾。然而在剧版中，涂山雅雅却变成了一个恋爱脑，一提到傲来国三少爷就满脸花痴的样子，丝毫没有原著中凌冽的感觉。所以即使首播热度创了爱奇艺的热度纪录，豆瓣评分没有超过6分。25年更新的第2篇是由狐妖小红娘竹叶篇改编的淮水竹亭，这次人物的选角没有遭到过多的非议。早在选角讨论时，网友们就在思考谁来演具有清冷高贵感的东方淮竹比较好。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觉得刘诗诗气质出众，之前演的掌心《仙剑奇侠传》，她在里面表现就非常好。果不其然，刘诗诗在剧中扮演的东方淮竹，因为本身气质的符合而受到好评。张云龙作为男主王权霸业，像是一匹黑马，不少人看后纷纷感叹他原来长得这么帅，前去考古他以前的剧。原著中的东方淮竹都妹妹东方秦岚活泼俏皮，沈月作为内娱甜妹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也对角色有十分恰当的把控。这选角真是开了天眼，但同时也有对真人版妆造的吐槽。原著中面具团的面具，在真人版里邪门又难看。首先是男女主初见时男主所佩戴的可爱面具，微笑的眯眯眼搭配圆形腮红，但在剧版面具变得立体，还有鼻子，显得十分诡异，没有可爱的感觉。网友用 cosplay 的妆造举例，符合原著的妆造是可以实现的，但是剧组却没有好好做道具，让人看到妆造感觉恐怖谷效应都要犯了。但是光有选角还不够，观众们看了前几集，感觉太过平淡，就算是全明星阵容，也很难看下去的程度，并且很多原著中高光片段都惨遭删除，让人看了感觉毫无吸引力。所以在3天之后，淮水竹亭的热度就降下去了，不敢想制片人王一许要亏多少钱。要说到王一许，
他太喜欢魔改原著了，每次到他手里的版权总是和原著两模两样。他喜欢魔改的原因，估计是吃到了大爆剧《苍兰诀》的红利。当时通过改编，电视剧的剧情不再是老套的女主误会男主，故事结局也有升华。不少观众夸这部剧是当前看到魔改的最成功的剧，如果不改不一定会有这么成功。后面他又收购了《七世吉祥》的版权，又开始魔改，果不其然扑了。其中的原著明明十分有梗，设定也很新颖，是傲娇战神和仙界普通打工人的人设，结果他却把女主安排上战神神女的人设，一下子让剧情俗套起来。他还是不死心，收购了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这部小说，腹黑解控男主和清纯少女感女主的设定火爆至极。他将小说改编成了电视剧《永夜星河》，将本身腹黑的男主改成了傲娇，结局也改得面目全非，被骂上热搜。但好在选角十分成功，其中的4位主演都很有 CP 感。其中的主角虞书欣和丁禹兮也在早年的《月光变奏曲》中奠定了很强的 CP 感，这才让二搭的他们在一开始就有了很强的关注度。所以永夜星河的成功让他恢复了精力，所以现在的他仍然不放弃魔改原著。现在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即将上映，出演的男主是可以抗起一整部剧，十分有实力的演员程毅。而女主青铜则是李一桐，她现在的《书卷一梦》可是大火。现在前2部已经扑了，大家都把希望聚焦在最后一部王权篇上面。但是王权篇还没开播，就引起了程毅粉丝的不满。主要原因是制片人特别喜欢给剧里面的角色配平，但在原著中主要聚焦男主王权富贵的成长，其他的角色差不多是陪衬。所以在粉丝看来，这里面有很多配角剧情非常水。本来这部剧就是要靠着程毅扛着，所以粉丝希望主线能够全部围绕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展开。现在粉丝天天在微博发帖，希望播放平台能够归还程毅的一番大男主待遇，宣传海报也不要使用群像海报，而应该是程毅的单人海报。目前争议尚未停息，王权篇是否可以打破扑的命运，我们尚未可知。现在制片人王一许估计内心忐忑至极，毕竟《狐妖小红娘》3篇现在就靠着王权篇逆天改命了。